我们不会是想错了吧？找个大修厂，你亲自盯着，把这车给我拆了，一件一件的找。静静听梦的声音，很少有回应，偶尔才清醒。静静听夜的声音，寻一个指引，才刻骨铭记。记得年少时的誓言，目光坚定，理想慢慢累积，成熟了些许。一生坚守始终不变，诚挚的心，远处的光照亮无数次梦醒。黑夜里逆风前行，笃定的执着，日夜经历着，哭过也痛过，蓝天下奋力奔跑，无悔的选择，日夜经历着，哭过也笑过，从不退缩，一份炙热，希望的光永远闪烁。他们穿的是铁石矿业集团的制服吗？嗯。这个时间点他们不上班，在下面闲逛呢。他们不是工人。我给赵家维每一个适龄的人都发了一套制服。为什么？一个伟大企业的背后，一定有一股隐形的力量。自我身份的认同很重要的。你再看一下，他们是在闲晃吗？你让赵家维的每个人都投入到你的建设当中了。他们是在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。你看那块空地，未来会是学校，所有赵家维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。学校？那如果要保证教学质量的话，会花很多钱的。所以我们要挣更多的钱。接下来，我们还会有体育馆，有医院、电影院。赵家维会成为一个小型的生态圈，有自己的内循环。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，所有的问题，我们都帮他们顾到了。而我，就是这一切的缔造者。没想到回国短短几天，你就干了这么多事儿，有这么多的想法。这想法我酝酿很久。幸运的是，我有铁石矿业集团这个平台，我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。你这个梦想听起来是很不错，但如果要实现起来，并不容易。就因为困难，才值得我们去做。你跟长征说要来我们集团的事了吗？说了。
为这事吵架了？要我去跟他谈谈吗？不用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感情是感情，事业是事业，我能处理好的。感情我这一下班就赶回来了，你还是因为工作找的我？也不全是，我是真的没吃饭，而且刚好这又在你家附近，我想着就喊你一块儿了呀。程程叫你来的？不是，我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找你确定了，他好像都还不知道吧？是我把我师母劝回来的，就在家呢。你要不知道地址，一会儿发你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就是想找你帮个忙，我是怕他不见我，要不你帮我提前联系一下他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吃完再打啊。哎，这个馄饨的味道怎么样呀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不错。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家附近有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哎，你这个人啊，活得一点烟火气都没有。那还得你这个活得有烟火气的多带带我。我请我上去喝一杯。我需要一个人回去静静，仔细品品你今天给我画的大饼。那是美好蓝图，吸引到你了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在赵家伟实现内循环的话，那铁石矿业集团将会成为一个小王国。那你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。其实这次跟你回国，我爸还偷偷布置了个任务给我。他让我暗中观察你们铁石矿业集团有没有投资的潜力和发展的空间。我还不知道你爸对铁石矿有兴趣啊。不管是铁矿，还是脆苹果，还是垃圾燃烧发电，只要能挣钱的，谁不感兴趣？那你打算怎么汇报？商业机密。哎，好评还差评啊？给你5颗星哦，赵师傅。来，给你带的外卖，趁热赶紧吃。正好饿着呢。来，边吃边说。做啥呀？重大发现！什么发现？我刚才吃馄饨的时候碰到肖成了，他跟我说，他把董路劝回昌武了。赵鹏程老婆？跟你联系啊？我是怕他不肯见我，我让肖成跟他联系了。然后呢？然后约好了，明天一早他家见面。可以啊，这好事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这肖晨你就多联系联系，没事多请人吃吃饭。我没事干，跟他吃什么饭呀？不是，你吃饭算我的。怎么样？让我来劲来，你把那个董路资料给我找出来看看。是长发大队长。这不是你俩吃剩的吗？你们凑吧。好。好。不是，谢谢。谢谢早饭。
嫂子，我之前对彭程有很多误会，确实是我不好，我跟您道个歉。你不用道歉。彭程生前就常说，坏人都当他是好人，好人又视他为坏人。大家都知道他是赵孝生的儿子，却不知道他最恨的人就是他爸。彭程这一辈子最敬爱的人是他的母亲，我婆婆。她是个单纯的山里姑娘，进城找工作，结果被赵孝生骗了，怀了孕，又不敢声张，就自己回到山里，把孩子生下来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吃了很多苦。彭程10岁那一年，赵孝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就带着人进山里，把彭程抢回赵家。他痛恨我婆婆把儿子藏匿了10年，于是就叫人把他关在山里，不准出来，更不准他们母子相见。直到彭程上大学，离开了昌吴，他就进山里找妈妈。可那个时候，彭程妈妈已经疯了，完全不认识已经长大的儿子，只能长期住院，还要请人照顾。彭程跟我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问我，能不能接受他有这样一个妈。赵孝生在人前对彭程妈妈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出钱出力，一副要把我婆婆治好的样子。可人家医生早就下了定论，由于时间太久，婆婆是不可能康复的。彭程参加工作以后，就把我婆婆接到这个家里来，坚决不再要赵家一点东西。3年前，婆婆去世，彭程告诉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跟赵家唯一的羁绊都没有了。我们的孩子也没有跟他姓赵，而是跟了我的姓，叫董自立。嫂子，我确实是……你不用内疚了，我相信彭程在天有灵，他会原谅你的。萧晨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了你们的来意，有什么话你们就问吧。是这样，嫂子，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，彭程在出事的前2天，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，或者是接触了哪些人？那几天，他正常上班、下班，回到家，辅导孩子功课，晚上没有出去，也没有什么人来找他。他在单位上干了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工作上的人和事，他不跟我说，我也不会问，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那他回家之后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举动啊，或者是说了一些奇怪的话？听你这么一提，我突然觉得那几天他跟我和孩子说话的语气，好像是有一点奇怪。诶，
错了吧？最小单位是毫米，然后是厘米，米。以后这种错误不许犯啊！哎，天成，你看见我医保卡了吗？我想去买点感冒药。感冒了？嗯，家里边常备药啊，记住了。这个抽屉，子立，过来。妈妈感冒了，纯包药啊，一包。跟我来。啊？干嘛？东西呢，别随手放，放在固定的地方，养成好的习惯啊。找起来就不会抓瞎了。哦，抓什么瞎呀？不是有你在吗？我要是不在呢？打电话问你呗。药泡好了。啊，谢谢宝贝儿。来，自立。大伯嘱咐你一下啊，以后妈妈找不到东西啊，你帮妈妈找。这第一个抽屉呢，放的都是咱家比较重要的东西，房产证、户口本儿、你的荣誉证书，还有这些银行卡、医保卡。这个抽屉啊，哎，备用钥匙、数据线这些生活用品，记住了哈。好，这儿呢啊，这个抽屉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隐形眼镜我知道。好了，去写作业吧。东路，啊，我不在的时候记得给妈上香。好的。那天晚上，他把家里所有重要的东西放在哪里，都跟我和孩子说了一遍。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我当时以为他强迫症犯了，还觉得很烦。在交代后事。对不起，嫂子，我们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，他说过的地方，我们能再看一遍吗？那天庞晨跟我交代了，重要的证件都在这里面，然后这是一些备用的钥匙，你看一下。好。啊，还有这边都是我个人的一些东西，他永远都记得比我清楚。你看。找什么？没有，你再看看。嫂子，彭城除了这儿，还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？哦，还有这个家里常用的药什么的，这儿你看一下。好。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。
出车。没事吧？今天也不算是一点收获都没有。我们至少确定了，赵鹏程在去见我之前，就已经做好了遭遇不测的准备。而且他还说他要给你个交代。我就在想，这个交代呀，他是要跟我表明一个态度呢，还是就要跟我聊一聊，还是说要……哎，你不用绕弯子了，肯定是赵家父子犯罪证据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被人杀，还嫁祸给你。照这个逻辑来看呢，如果他想带给我犯罪证据，那这个证据一定是个方便携带的，他当天一定带在身上。但是游艇爆炸之后，他如果带到身上，不就炸毁了吗？人家是资深检察官，那证据还能不备份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把备份藏在家里面了？可这家里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呀，还能藏哪儿呢？对呀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啊，算了，先回队里。车里。对，他那天没有开自己的车，而是叫车去了码头。你赶紧要钥匙去。我现在去。有新发现。刚刚拿车钥匙的时候，董路说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董路啊，车钥匙呢，放门口柜子上啊。啊，好。哦，这些天有重要的事的话叫车，千万别动我的车，知道了？知道了，洗手吃饭。别碰他的车。对。那他碰过没有啊？他说事发之后，他也带孩子躲了起来，没有碰过他的车。肯定在车里。找个大修厂，把这车给我拆了，一件一件的找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个案子是厅里督办的，是我们要抓紧啊！哎，夏局，您这边请。你办公室不在里面吗？啊，原来这是咱们的队部，后来专案组成立之后，就把这儿当专案组办公室了，搬到那儿了。没什么不愉快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小区，长征的脾气你了解，他跟我的关系有，能避免就避免吧。政府大队长成天争得面红耳赤的，影响不好。行，成熟了。没有。这怎么一个人也不在？肖局，您是老刑侦了，您还不了解吗？哪有刑警成天坐办公室的？再说，长征他们这个案子，的确是个疑案，又是厅里督办的，他们现在做不下来。行，上你那坐坐。谢谢。师傅，这个车的拆卸一定要仔细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东西都不能少。好，放心吧。嗯。
行了，你忙你的吧，啊。小举，怎么样了？案子有什么进展没有？我可是来听好消息的。我就想跟您汇报呢，我有些想法，想听听您意见。没事没事。根据董路所说的，我断定赵鹏程在约我去游艇见面之前，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赵鹏程身为一个检察官，他一定知道证据的重要性，所以就算他随身带的证据被毁坏了，肯定还有个备份。但是你还没找到这个备份。对，我一定会找到。厂长，我这个当师傅的惭愧啊，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你身上了。师傅，您别这么说。您当时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下我的。家里的事处理完了，弄好了。什么时候回学校？晚上8点的车。小芷，我研究生毕业之后，想申请到常务市公安局，我要当刑警。你是个好苗子，又是公安大学的高材生，我当然求之不得了。可是我听说，你父亲希望你留校啊。对。但是这件事上，我想坚持自己的选择。跟你爹一样啊，是个倔脾气，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到常务公安局报到的那天起，我亲自带你，收你做徒弟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我这个干了20年刑侦的老警察，还不够资格做你的师傅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挺意外的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跟你父亲早就说好了，你也知道，我跟他是老战友，他又是我的老班长。有一次一起喝酒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基础好，值得好好培养。”我说：“希望培养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是当警察了。”他让我做你的师傅。我问他为什么他自己不带，他说依子而教，还说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就不认我这个老战友。你说我能不答应吗？没想到到了你这儿，你倒是七不情八不愿了。师傅好。啊，我有要求啊。来到常务公安局以后，工作时间该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。没有人的时候，才能叫我师傅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我也不想是因为您，别人才对我刮目相看。我要自己努力，做一个好警察。所以当时我就在想，这老天对我也没那么差。失去了父亲，但是也给我送来了一个师傅。怎么不敲门呢？来了。好，不，你们没事。继续说吧。
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这段时间不管做什么，总感觉有眼睛在看着我，而且不止一双。你是怀疑我们内部有问题？自从我带回来的炸药莫名其妙的消失之后，我就怀疑我们这有内鬼。师傅，我们能不能做一次彻底的内部清查？内部清查是个大动作，特别是这件事情，如果没有证据就展开调查的话，很容易搞得人心惶惶，对工作开展不利啊。这样吧，这件事你先不管了，我派人暗中调查，一旦发现有什么线索，马上通知你。好，行，我先走了。不送出去。吴龙那边要有什么新的情况，记得及时向我报告。好嘞，马上去吧，走了，慢走啊。怎么样？全拆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就给人送回去吧。我开吧，你坐车去。而且这小区叫什么来着？幸福里小区。幸福里。哎，你这导的哪儿啊？我没有用过导航啊。没有啊。导航系统已启动，行程引导开始。这是去西山陵园的路。陵园？我爸就葬在那儿，所以这条路我很熟。去看看。哎。根据这个导航，目的地应该还在那里面呢。他导这个地方，应该是里边的那个避葬区。我爸葬在那儿。你确定？我也不确定，我之前都是从旁边的门走进去的，我从来没有开车进去过。那里面没有人呀，应该是下班了吧？没事，去那个管理室看一下。
我是警察。我们需要进墓地调查一下情况，需要把车开进去，麻烦你配合我们工作。好，请过来。往里。果然是地藏圈。看看，爸，这是我同事。你爸就葬在这里啊？对，我爸生前说过，只要赵家不倒，他就不入土，所以先葬这儿了。你说这赵鹏程费那么大劲把我们俩引到这儿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他不会是把辈分传到你爸？肯定在这儿。爸，打扰你一下。有没有呀？有吗？不可能呀！不可能！我想错了。皇正，这个雨越下越大，咱们先回去吧。不可能啊！这赵不是还跟我们爸也有点在那来这干嘛？没道理啊！干嘛呢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他得有理由啊！你说什么呀？咱们走吧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皇正。为什么呢？皇正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看一看。
别去了，刚刚就这么点地方，找了1个多小时了。回去。你冷静一点儿，就算赵鹏程的证据找不着，还可以想其他办法呀。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呀？证人查一个死一个，线索摸一边就断，每次都这样。还有办法？我爸就是因为查到线索，所以躺在这儿；赵鹏程就是因为查到线索，所以被炸死了。你懂吗你？我知道，但你现在这样有什么意义？那你告诉我什么有意义？什么有意义？程真，回去。你去，你让你爸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。没想过藏在心底的悲伤，源自一些迷茫，过程有些漫长，就把自我隐藏，尽全部力量，直到看见曙光等一刻天亮。回拐。没想过独自前行的彷徨，情绪无人分享，压抑热血满腔，看着理想摇晃，把战歌哼唱，牢牢把这使命放心上。有些失望终究会被希望原谅，有些对错终究会被现实隐藏，有些谎言终究会被结局埋葬，有些坚定终究来自心坦荡，那些孤独终究会被圆满补偿，那些深爱怎么去伪装，那些伤害怎么退让，等到天亮，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，那些伤害怎么退让，等到天亮，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